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全面侵入东三省，短短几个月内，关东军便全面占领了偌大的满洲土地。到底日军是怎么做到？这期视频我们将透过地图与原中华民国机密文件，深入剖析918事变的爆发，尤其是张学良的态度。究竟为什么东北军会执行不抵抗主义呢？首先，我们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918事件爆发时，张学良与东北军的主力没在满洲，反而留在华北呢？回答这个问题前，必须要先了解一件事，那就是为什么张学良没事要率领东北大军入关，进驻华北。首先，需要先了解1930年爆发的中原大战。这场战役的经过十分复杂，涉及多方势力的角逐，但真正的重点在于，在此以前，1928年底的中国统一，并非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征服，更不是各方军阀在理念层次上达到一定程度的一致，反而是国民党内不同势力妥协的产物。北伐军内部的几个大山头，蒋介石只是其一，还有另外三大山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遑论全国各地还有众多小的地方军阀，势力遭铲除的主要是国民党外的北洋军阀。但北洋军阀约莫在1927年以后就被国民党军击败，但北洋系仍然有一个重要军阀，仍然势强力大，那就是东北奉系的张作霖。接着便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日本关东军炸死张作霖于皇姑屯之后，于1928年12月底，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代表北洋政府的五色旗降下，升上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东北将归顺于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北伐的结束，与其说是国家完成统一，不如说是代表晚清以来北洋系正式退出，而代表南方势力的国民党系站上历史舞台的开始，这才是北伐真正的历史意义。然而，当外部矛盾点不在，便需要国民党内决定何方势力是老大了。当时虽然蒋介石名义上贵为国民政府主席、中国最高领导人，但其实蒋对山西的阎锡山、西北的冯玉祥、广西的李宗仁等的军队只有非常小的影响力，更遑论对这些地区的收税了。在此脉络下，国民党统一南北以后，南京政府立刻召开国军编遣委员会讨论裁军。虽然你知我知，军阀们也都知，中央政府裁军有其政治目的。但这是硬需求，因为在1929年时，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的军队高达200多万之众。虽然南京很难介入地方军队事务，但地方还是会跟中央要军饷。而当时的军费又是多少呢？军队的总开销是全国收入的2倍之多。这种情况下，中央是入不敷出，地方也是入不敷出，因此裁军是势在必行。但问题是要裁谁的军，这就是政治问题了。蒋介石编遣政策的主轴是军队中央化，因而中央军必须拥有最大数量的军人。第二多的是山西王阎锡山，而冯玉祥的西北军与李宗仁的桂系军遭裁撤的人数最多。此举引起冯玉祥和李宗仁的强烈不满，在中原大战爆发以前，便与蒋的中央军爆发多次军事冲突。同时，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也不同意蒋的大权独揽，所以将冯李两人拉为盟友，组成反蒋联盟。一直以来，被蒋介石备受优待的阎锡山也不愿意只当老二了，最终也加入了反蒋联盟。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双方在河南、湖南等地爆发大规模冲突，很多无辜百姓、军人死于这场战役。这期视频就不详细讨论大战的经过。9月，蒋介石的中央军取得大部分的胜利，一直坐山观虎斗的少帅张学良就在此时表态，宣布东北军将支持南京政府。这是为什么张学良会率东北军入关的缘由。随着东北军南下，与蒋军方面南北夹攻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以后，实际上大战已在1930年10月告一段落。那为什么张学良的主力仍然继续留在关内呢？这就牵涉到中原大战后复杂的政治情势了。当时蒋介石主要控制的区域是长江下游一带，当中原大战打得最凶的时候，盘踞在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的中国共产党红军袭击湖南。1930年7月，红军第2军进犯武汉周遭，截断了平汉铁路，也就是北京至汉口铁路。同时，红军第3军攻占湖南的岳阳，接着往南进军湖南省会长沙。彭德怀的部队短暂占领过长沙。要知道，当时中央军与晋军打得最激烈之时，红军在后方一搞，蒋的中央军腹背大开。对蒋介石而言，当时局势已经相当危险。共产党打下岳阳和长沙，意味着湖北的武汉就岌岌可危。事实上，武汉不仅仅是长江水运的核心节点，也是整个中国铁路的枢纽。没了武汉，蒋介石
军队的补给线将会大受影响。但由于当时的共军仍然不成熟，所以蒋军仍然拿回长沙，但共产党在此地的扩张与存在，对蒋而言已是难以忍受。因而，1930年10月，当确定击败反蒋联盟后，蒋立刻将大军调到江西，开启剿共战争的序幕。这意味着北方偌大的地盘，南京中央军无暇接管。因此，蒋介石委派张学良的东北军留守华北，并任命他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这一职位在全中国范围内是仅次于蒋介石的位置。张学良当时才几岁，30岁而已。试想一下，如果你30岁时突然成了天下第2人，会不会留恋？张学良留恋，将东北军精锐部队留在华北，他本人也留在华北。这个情势给予日本关东军一个最好的机会，侵占整个东三省。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先了解关东军究竟与日本内阁政府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军部，也知道关东军隶属于政府，所以应该受到日本政府的控制才对。但其实不然，明治维新以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皆受到军部巨大的影响，军人对日本国内乃至海外殖民地都有莫大的政治影响力。这个情况自1910年代末的大正天皇时代发生了变化。当时，日本启动一系列民主改革，核心焦点便是文官要和军人争政府的主导权。1918年的日本第一个政党内阁立宪政友会取得执政权，内阁文官开始挑战军部的独断地位，尤其与中国方面的关系更是重中之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920年代的日本政治出现了看似畸形的双轨外交。什么意思？一边是文官内阁主导的外务省，主张在华盛顿条约的框架下对中国采行门户开放、不干涉主义的路线。但另外一边的军部对中国则采行与内阁截然相反的路线，他们主张若涉及日本帝国在华的利益，不可以被西方列强主导的华盛顿条约体系限制，日本应当掌握主动权，可以使用军事力量介入中国内政。但由于在20年代的日本，文官主政的呼声相当之高，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务省的影响力超越了军部。但我们千万不要有日本文官就是为了民主自由的错觉。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会真的希望让广大无知的群众来主导政治，除非有别的政治意图。对日本文官而言，他们要夺权，不可能透过军事力量来完成，议会政治是他们唯一的选项。这些被某些人歌颂的日本文官，从来没有说要放弃日本在华的殖民利益，只是不支持以武力介入中国，而是希望透过他们主导的经济和外交系统来干涉、巩固乃至扩大日本在华的殖民特权，是两边的绝对共识。双方不同之处仅在于手段而已。然而，日本文官内阁却在20年代末栽了2个大跟头，又把权力奉还给军人。其一是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冲垮了日本经济，极右的军国主义势力在20年代末抬头；二是在1929年时，中国出现了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在名义上完成全国统一，使得经济实力已经大幅衰弱的日本很难继续用银弹外交来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越来越多少壮派军人、中产阶级不信任文官内阁，甚至开始质疑英美主导的华盛顿条约体系。在如此的背景之下，日本少壮派军人开始秘密结社，目标是把与资本主义、欧美势力结盟的腐败文官给踢下台去，夺回政权。因此，20年代末所开启的激进化的日本军国主义语言诞生。然而，即使在1930、31年那个时间点，军国主义已出现苗头，但势力仍不是很强。当时真正推动918事变的力量，并非驻于本岛的军部，而是位处日本帝国边疆最前线的关东军。30年代初的关东军与后来2次大战期间的关东军完全不是一回事。在那个时间点，关东军仅有一个师团的兵力，约莫3万人，驻守在旅顺和大连，负责南满铁路的安全。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这样一个师团，最终引发了整个918事变，其中的主导者是关东军内部的少佐旁军王石原莞尔与板垣征四郎，两人皆是关东都督府的参谋，都是40岁出头的少壮军官。更重要的是，石原和板垣与日本本岛差不多年龄军官组成的秘密结社伊萨基凯一系会有密切关系。一系会最核心的成员包含日本耳熟能详的冈村宁次，他后来官至日本陆军大将，战后又任蒋介石的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的总召集人。另外一位可能更知名的人物，便是后来的陆军大将，曾出任战时的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这些一系会的秘密会员，在当时都是40岁左右，还只是中层军官。他们也都希望透过一次事件，把军部内对中国软弱的资深军官赶下台，自己取而代之。1931年的918事变，成了这批少壮派军人绝佳的表演舞台。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边的柳条湖车站一带的铁路，在关东军的自导自演之下被炸毁。驻扎在南满铁路的日本独立守备第2大队立刻偷袭东北军驻扎在沈阳北边的北大营。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中华民国陆军独立第7旅，王以哲为中将旅长。然而事件爆发时，王以哲不在北大营，而是在家里。换言之，东北军群龙无首。王以哲的缺席，从我们事后的角度来看，不是很合理。怎么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指挥官不在军中？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但对于当下的历史行动者而言，东北军乃至南京政府皆没有预料到关东军会如此无视日本文官政府，单方面发动战争。所以东北军对即将爆发的冲突基本上没有太多准备。实际的情况是，关东军在此前便策动了多起挑衅事件，不断在军事上挑衅东北军。张学良深知南京方面无力支援，因而下令东北军保持克制，避免冲突的发生。所以柳条湖事件的爆发后，北大营的东北军选择向后撤是有原因的。整个北大营的部队撤离，唯有620团团长王铁汉没有撤退。假设我当旅长的时候，我不撤退。就是青天白日之下，你外国军队往人城市，就占领人家城市，怎么说通？怎么不打？怎么不抵抗？这莫名其妙，那是大错。团长王铁汉日后回忆说，到了19日早晨1时40分，日军200余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司令长官公署荣厅长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犯我们国土，攻击我们兵营，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攻中，我们官兵不能抱着枪等死。荣厅长即指示将枪弹缴库。我答称，在敌人攻击之下，实在无法遵命，我也不能这样执行命令。荣厅长又问：“你为什么不撤出？”我答称：“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荣厅长又指示：“你立刻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我再有所陈述，电话已中断。正准备撤退时，敌人400多已向本团第2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敌人死伤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王铁汉提到的荣厅长，便是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是他奉张学良之命，严格执行不抵抗政策。这个不抵抗主义是整个918事变的 X 因子，后来的一连串事件皆导火于此。随着日军的步步逼近，陆军第7旅退出沈阳城，同时驻守在旅顺的关东军第2师乘坐铁路很快抵达了沈阳，并派了一部分部队向北攻占长春独立守备队的2个进攻营口凤城、丹东。不到1天的时间内，日军便占领了上述等等18座南满洲的重要城池。为什么呢？除了不抵抗政策以外，铁路是另外一项重要因素。可以注意到，日军的第一波行动里占领的全是沿着铁路的城池，铁路加快了生活的步伐、经济的交流，但更重要的是，铁路使得调动军队更加有效率。2天后，9月2日、3日，吉林省境内的关键据点全数遭关东军占领。那个时候的总理大臣是若龟李次郎，此人在不久前的4月才接任这个位置。他的前任是滨口雄庆，就是被极右社团分子刺杀后重伤离职的。所以若龟对关东军右翼势力的态度可想而知。若龟得知东北军未作反抗后，生怕引起欧美介入，东京文官政府反复命令关东军不得进一步扩大事态，但关东军高层不理会内阁的指示，继续扩大事态。然而这时关东军已达到兵力的极限，在没有日本内阁与参谋本部的支持的情况下，关东军没有补充兵员，没办法单靠关东军实行全面占领。在1931年9月底时，关东军已经控制住了奉天省，也就是今天辽宁省的重要城市和吉林全省，但北边的黑龙江乃至辽宁西部一带仍有东北军驻守。对关东军而言，这2个地带都比较棘手，因为第一，从战略的角度而言，辽西至关重要，因为那里有锦州和山海关。如果你看过我的郑成功系列的话，就会知道锦州的战略价值多么巨大。满洲人入侵大明时，号称天下无双的满清军队就困在锦州长达3年之久，因为锦州是进入华北平原的重要关口，战略价值极高。如果关东军接下来想要进一步逐鹿中原的话，势必得掌握此地。第二就是黑龙江省，从进攻的角度而言，锦州极其重要，但从控制
防守的角度而言，黑龙江对东三省而言可能更为重要，因为黑龙江紧连苏俄，而且黑龙江还有俄罗斯的中东铁路，如果不搞定黑龙江，东北军势必以此为基地引入苏联实力，直接威胁南满。因此，对关东军而言，必须赶在苏联介入以前，达成对北满洲的实质控制，让生米煮成熟饭，往后才有足够的筹码与俄罗斯谈判。然而，如果前面所说，日本已经没有足够的军队了，怎么办呢？在此，另一项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个分裂的时代，谁都不服谁。日军能透过这个分裂局势，轻易在中国内部找到同盟。实际上，这时张学良已经率领东北军回到辽西，驻扎在锦州。10月起，关东军派出轰炸机轮番轰炸锦州。军力不足的情况下，关东军派遣详日的张海鹏部乘坐铁路进攻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10月21日，原东北边防军第3旅旅长马占山任黑龙江省代理主席，并在齐齐哈尔就职时宣言：凡侵入我境者，誓决一死战。调动手下16000人部队，驻扎于江桥到昂昂溪一带，防守省会齐齐哈尔。11月4日，张海鹏部与一支4000余人的日本部队乘火车抵达江桥，搭配轰炸机、坦克与重炮，大举向江桥的黑龙江守军发起进攻。张海鹏部担任先锋，但黑龙江守军猛烈回击，战斗直到晚上8点才结束。张海鹏久攻不下，只好撤退。东北军伤亡300余人，张海鹏部伤亡1000余人。隔日，关东军也加入战场，以优势火力强渡嫩江。中国守军往大兴撤退，日军继续逼近。马占山亲自到了前线，派2路骑兵旅从侧翼包抄日军，双方再次击倒日落。关东军大败，退到嫩江的另一侧。中国夺回江桥防线。11月6日，数万名日本援军乘铁路抵达江桥，双方再次大战于江桥。双方互有胜负，缺乏援军的黑龙江守军最终无力防守，撤退到昂昂溪。江桥攻防战结束。黑龙江军伤亡1800多人，日军更是惨重。详日的张海鹏部伤亡2000余人，关东军的步兵、骑兵队几乎全灭。11月7日，日军开始对昂昂溪南边的汤池防线发起进攻。即使有空中优势，但马占山的部队力守汤池，再次击退日军。接下来几日，双方互有胜负，在汤池、昂昂溪僵持不下。11月14日，日军分2路进攻汤池，接着马占山又调动齐齐哈尔卫队团与骑兵团从侧翼包抄，日军溃败，再次撤退。久攻不下后，关东军出动宝贝的坦克部队进犯汤池，在坦克部队绝对的碾压之下，黑龙江守军伤亡惨重。放弃了汤池，大部队往昂昂溪集结。11月18日，日军再次集结，搭配坦克、飞机向昂昂溪发起总攻，双方大战1日，黑龙江守军死伤过半，损失惨重。马占山下令撤退，昂昂溪防线一崩，齐齐哈尔基本上守不住。于是，在隔日的19号，马占山率部全面撤出齐齐哈尔，退至克山、海伦一带。另外一方面，兵力不足的关东军急切想要拿下锦州，但日本本土不愿意派援军给关东军。但如果日本在华的其他地区受到威胁，日本政府将不得不做出反应。因此，关东军在天津引起中日冲突，视为天津事变。军部以此为借口，要求日本政府同意派军到中国。于是，本土的1个旅和驻朝鲜的部队空军被派去了中国，关东军有了足够的力量进攻锦州了。在东北情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南京又在做什么呢？918事变爆发以前，南京政府的主力部队几乎都在江西剿共。事件发生后，逼得蒋介石不得不停止剿共，返回南京。实际上，有点脑的人都能猜到，日本就是希望在统一局势尚未真正明朗前，用计扩大在华利益。根据学者研究，在1930与1931年间，国民政府实际上与日本签订诸多军事武器合约，表明了双方的关系并不是像事后诸葛们以为的那样差。南京最大的失策在于，他们没料到关东军会无视东京的命令，擅自发动军事行动。这个误判直接造成的结果是，南京以为能透过国际联盟介入，用外交的手段解决满洲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近代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顾维钧的回忆录，回忆国民政府内部是怎么讨论918事变的。波兰人拉希曼博士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国联卫生局主任，被派来中国的任务是和中国政府讨论技术援助计划。
这项援助是他提议由国联给中国的。他和宋子文博士关系密切，宋是这项援助计划的负责人，有关国联的一切事情，宋子文经常和他商量。我猜想，那就是拉希曼被邀出席会议的原因。拉希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主席说明拉希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希曼另行起草训令。这份训令是用英文写的，由宋博士翻译。我是委员会的几个出席人之一，我感到大吃一惊，因为拉希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蒋介石主席好像赞成他的建议，并且叫他起草发给施肇基博士的电报。这个提议的主要意思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我猜想拉希曼提出这个建议，为的是维护国联的威信，希望中国采取这样的立场，就是把促使日本撤军的全部责任推给国联行政院。我和另外几个人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我知道国联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日本及其军部施加压力，迫使其撤军。拉希曼博士事实上在为国联的事业辩护，依他所说，好像国联是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相信这一点，但是这就是他所提出的做法，表面上似乎很有道理。无论怎么说，他的提议被采纳了。这里所称的委员会指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别外交委员会，是9·18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内部举行的高层会议。当时顾维钧等人是希望在国联的框架下与日本展开谈判，然而蒋介石最终没有采纳这个意见，反而拒绝与日本谈判，完全交由国联处理。顾维钧对蒋的决议非常吃惊，但我认为是因为蒋介石和他的嫡系官员不认为日本会脱离国联的框架，因为他们双方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军事交流的。蒋介石或许判断与日本的太多谈判接触反而会使其成为舆论的众矢之的，也是在这个脉络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仍然以剿灭共产党、达成真正的统一为目标，所以敦促张学良勿与日本扩大事态，因为南京政府没有余力支援。当时南京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中央军不可能完全放任共产党在江西。事实上，在那个时间点，可能压力最大的是才30多岁、初出茅庐的张学良。张学良一下成为决定东北存亡的人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其实张也没有太多选择，只能遵从南京政府的决议，呼吁东北军克制。12月15日，蒋介石与在广东闹独立的胡汉民、汪精卫妥协，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与行政院的职务。压力大到崩溃的张学良也宣布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的位置。但当时的国民党领导层都统一，锦州绝对不能丢，因为丢了等于华北平原的门户大开。事实上，张学良也同意这点，所以在一次的访谈中，张学良说：“日本人又到锦州了，那我要请示政府好了。那么怎么样？”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你擅自处理，就是给我这种话。”都是这种话。有人说蒋公打电报给我，我还拿一个皮包把电报每天带在身上。话说，瞎说，没这个事情，瞎说，外头瞎说，谁说的这个？所以我这个人说话，咱们得正经说话。我这个人从来不诿过于人啊。这是事实，所以我要声明的，这个最紧要的一点，这是事实。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呢，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我的责任啊。我这个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判断错误。人家要说我不抵抗啊，那我一点也不服，就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判断错误？我这个判断就是我自个的判断。日本从来他也不敢这么样的扩张，这么大的厉害。怎么改？那么我也判断这与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么做法，世界上你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迷信什么9国条约啊、什么国联啊、门户开放啊那些玩意。那么你这样一来，世界上你怎么站脚？那么这句话，现在我还这个承认我当时的这句判断。我对日本那个时候我有我的日本顾问，我也跟他谈了，后来他也承认，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力，也是你日本之祸。那么我也承认了，我现在承认我判断对了，要不是9·18事变，日本不会覆灭到这样的程度。当然，这就讲到我们题外去了。那么日本当时也是统治不住了，日本政府啊掐不住他那少壮军人啊。那么不但是对9·18事变，那对他的老一辈都是这样，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把你打死，就这样的暴力相向。这个访谈发生在1990年以后，蒋介石已经去世10几年，蒋经国也已解除了台湾地区的戒严令，张学良说话已经没有太多顾忌。从这段描述看来，张学良不认为不抵抗政策完全来自蒋介石，而是他下的命令，他愿意负责任。这段话描述所透露的另外一项更重要的讯息是情报问题。张学良没有意识到日本政府完全控制不了关东军，所以才有了不抵抗政策。这点上，张学良是如此，南京是如此，没有人意识到关东军的野心。
12月25日，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驻守朝鲜的20师，混成38旅到满洲。12月28日，第2师率军渡过辽河，张学良率军驻守锦州。我们来看一下张学良发给中央政府的电报：为是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凌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夫起福建余城，洞察真相，火速赐拨现款100万元，用发日前伙食饷需。已知中央财政同感困难，然对士兵保暖不得不请，并请速拨枪弹某口径者1600万发，某口径者800万粒，某升的重炮弹1万发，某升的野炮弹7万发，某升的某野炮弹3万发，某升的野炮弹8万发，某升的某山炮弹3万发，某英寸炮击炮弹3万发，步枪1万支。所有弹款务请于1星期内发到，而子弹需用最急，有请日内造发。步枪如一时不便，稍缓亦可。一面仍请调遣大部援军以厚实力而资抵御，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各位看完这份电报，感觉如何？你们觉得张学良的要求可能实现吗？完全不可能，南京政府根本不可能供应如此的现款和军需资源。张学良是在为难汪精卫等人领导的新政府。12月28日，张学良再次致电南京，称急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南京回电：日军攻锦县紧急，无论如何必积极反抗，各官吏及军队均有守土应尽之责，否则外起友邦之轻视，内遭人民之责备，外交因此越陷绝境，将何辞以自解？显然，此时的南京政府，正如张学良事后回忆说的，就只是让张学良自己想办法积极抵抗。他们出不了钱，也出不了力。你是张学良的话，你会死守锦州吗？193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锦州，张学良、荣臻率军退回关内，人称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从此落入日本关东军之手。另一方面，拿下黑龙江省会的日本部队开始将目光发往哈尔滨，大军从西边的齐齐哈尔、南边的长春往哈尔滨集结。原负责吉林省民政的满清皇族爱新觉罗西洽投降日本，让日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吉林。西洽希望依靠日本之地，重新建立属于满洲人的满洲国。1932年1月，日军在搞定齐齐哈尔、锦州后，令西洽率吉林军前往攻打哈尔滨。1月底，西洽的吉林军与日本关东军乘列车抵达哈尔滨近郊。就在此时，日本不仅在满洲地区扩大军事冲突，还在当时中国最繁荣的城市上海引爆了一起更引国际瞩目的事件，也就是往后所称的128事变。1月28日，日本驱逐舰和巡洋舰进入上海闸北近海，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将中国军队移出闸北。日军不等上海方面的答复，直接派遣海军陆战队占领上海铁路，在今天虹口区的天通苑车站遭遇戍守上海的国军第19路军，在上海市区爆发武装冲突，是128事变的头一战。究竟为什么日本要在接近全部并吞满洲之际，又在上海开了另外一个战场？除此之外，欧美列强对这起事件又抱持什么样的态度？尤其苏联，关东军在拿下齐齐哈尔后，若再拿下哈尔滨，就相当于整个北满洲都落入日本之手。在北满有巨大利益的苏联，究竟为何纹风不动呢？下一集我们来谈一谈上海128事变，敬请期待。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那你独立，你独立跟中国脱离，你就跟日本去了。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独立要独立过？那日本愿意独立，所以那个林泉柱来给我父亲吊孝，那说好的话，那林泉柱这个人可真是好外交官。所以林泉柱回，他跟我说好多事儿。他说我听到人家，他最后我总部。没有什么一个具体的给他答复的时代答复，他最后他要走了，我晚上给他饯行，我又喝几盅酒，我认为我现在总后悔那句话我食言了。他那也定林泉柱，那这是头等外交官，那他说那是他是把中国的古典都他念中国书念得很好的，他都说我说梁先生你所替我想的比我自己想都正确。他说那很好，他说那你到底怎么为什么不？我说你忘了一件事。他说那我很认真问，我说你忘了我是中国人。